水龙吟是玄幻武侠，武学其实代表的是每个人物的境界，会比传统武侠的难度会更高一些。我们从前期的设计概念上就已经做好了区分。因为我们世界观创造出了2大的位面世界，一个是神州，一个是连境，所以武学体系之后才衍生出各个人物的武学的功法和武技。我们根据各个人的武学特点，设计相应的武学核心意象。第一层是易化虚，在纯粹的易经中对敌，比如说石云的杜志十八斩。第二层是实虚间，易经内的部分具有了一些物理的属性，比如沈郎魂的雪月诛心术。第三层呢，就是虚化实，使整个易境世界降临现实，这就是唐立时的境界了。构建武学体系特色的另一个就是武器了。我们给出很多人物的武器起名都是有来历、有象征的，甚至于人物的命运的写照。比如唐立慈的武器不媚胡龙，他以此命名，时时警戒自己的羞耻己心，不媚于邪。传说中忽律乃是一个4角的毒龙，口含雷音，专杀玄武。我们觉得这种寓意很适合刘演，我们就结合唐制的呼雷琵琶的制式做了设计，名曰忽律雷音，造型华丽而诡异。唐立慈他是一个武艺高强，在这方面来说是毋庸置疑。他的武器有笛、银镯、铜铃、剑、琴，打起来非常带感。罗老师的手非常灵活，像我的比较笨，就很难做到那些从小缝里边拉出来拉琴弦那样灵巧的动作。在威亚上还要摆各种你们讲出圈的 pose， 这个难度非常高。沈郎魂的武打设计是类似柔中带刚，因为他那个武器叫剑鞭，平时是一把直立起来的剑，但他在特殊的时候，他那个剑还可以分成很多个小块，有一条钢丝连接的剑鞭。石云的武器是一环杜月，平时的话它只是一个吊坠，吊在胸前，但是它需要它的时候，它可以有好几种形态的变化。刘演的武器是琵琶，这个音杀功难在你怎么向观众展示音杀，就是靠乐器击打出来的音乐怎么造成攻击伤害。他也是需要把那个琵琶的弦拉扯起来，有一些花哨的手部动作。跟春季老师的这个武器是一把比较小的剑，叫小桃红。他的打戏风格塑造出来的是一个干练，然后又带着点可爱的一个女侠。然后西方桃老师的本来个子也高，身条长，然后做出来动作看起来很舒展。就是他的出场的时候，他带着那个蜜梨，撑着伞完成和朴树先生对照，在伞底下拍出来的效果非常好。第一个拍的比较难度高的是剑王城大战，它展示的这个长度和跨度还有地方就比较多，每个角色都有必须要拍的作用，特别复杂。第二个难度比较大的是当时的梅林打，红姑娘带的梅花易数，狂澜无形攻击3人小队。唐立慈出来了以后，西方桃又出来了，就是它的翻数非常多，然后拍摄难度、器材挪动啊，左边右边翻都是很大的困扰。第三个就是梦回雪桃林恩怨的解决场，难度是把动作和戏全部融入到一起，需要通过这场打戏，情感推动到另外一个节点。
还有一个难点是在衣服上，每次的舞剑甩笛、空翻，我们就得拉着后边那个披，看起来更漂亮。比较印象深的是，有一次拍阿谁被唐丽子的红绫扯出来，让他做一个转身，因为他那个头上不是有那些好多条条珠珠，一抽脸狠狠抽了一下，然后他自己悄悄的转过去，舞到身后，在那哈哈哈在那笑。水龙吟的江湖是百兵交鸣的锋芒，是千机万象的匠心。见天地浩然之气，感江湖快意恩仇。仅以这刀剑写成的诗，肝胆酿成的酒，敬天地，敬江湖，更敬从小就热爱武侠的你。